卓哥，我的鞋底有点痒。说他鞋底有点痒了，告诉他不要以为只有他的鞋底痒了，我的脸也痒了。鞋底请穿着呢，请穿鞋底，别说你吧，我的脸很痒。大家好，欢迎来到袁某人的赛事月报。这段时间啊，我们广西3月3加清明节放假放得有点小爽，我还抽空去了趟新疆。家人们，没想到一回家发现 LPL 和 LCK 都变了天啊 ！LPL 当下最大的冲击无疑是哥哥与小天的强势回归，在糟糕开局智取6-9后，滔博经典开启北伐，砍下5连胜，还将 BLG 斩落马下。目前呢，占据积分榜榜首，避避逃逃，再度统治 LPL 的时代似乎到来了。反倒是第一赛段成绩靠前的京东与 AL， 在第二赛段前期遭遇了较大的挫折。官宣 Big 伟加入的 AL， 没算太出乎大伙意料吧。4-3还未啃下过强队，目前和他比所在的京东一起卡在了登峰组的中游，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可以说 LPL 除了 WE， 谁都可能会赢，也谁都可能会输，主打的就是不确定性。无独有偶，一直被称为联赛无敌的奸计也进入到了低迷时刻，不但开幕输给了 KT， 输给了 HLE， 还让许哥终结了22连败，这就耐人寻味了。除了和 T1 的 BO3 经典手不软外，这支奸计延续了他们在先锋赛的表现，劣势就感觉独木难支啊。当然近些年都属于联赛余量的 T1 常规赛也没有过得很好，在开年拿到 K 杯冠军后， T1 在 LCK 杯末尾的迷茫表现延续到了第二赛段，目前只有4个胜场，唯一让人欣慰的也就是2-0擒拿了 HLE。 LCK 领跑的反而是此前 LCK 杯并不算出彩的 KT， 当下呢是一场未输啊，首轮唯一还存在威胁的也就是还没打的 HLE 了，所以 LCK 的前6竞争那是相当激烈，谁输谁赢都有可能。全是陀螺的时代已经来临，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LPL 和 LCK 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赛事周报就来一起盘点下2大赛区有趣的地方。那我们先从触底反弹总是给我们带来节目效果的滔博开始聊起。其实滔博能够打到现在的成绩，我觉得除了技战术外，队伍内部的拧绳还是非常关键的。在奶油假赛后啊，滔博需要重新构建队伍，相当于第一赛段白练。而此时哥哥和天复出归来，可阔别赛场不久，你效果如何是真不好说的。虽然也有传闻讲滔博的训练赛效果不错，但在 EWC 预选赛上，滔博那是一塌糊涂。尤其是哥哥和风月所在的下路被同样复出的 Mako 与刚离开滔博的佳琪直接对位打穿。当然你也可以讲啊，威的皇子前期干扰了下路，但你很明显看得出和风月的磨合确实他不够到位啊，而哥哥的状态也确实迷茫，很多判断和选位也都存在问题。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本应该稳住军心的369却选择背起小书包。当然我们现在从结果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全。就我自己来说，我感觉6-9这2年回滔博后啊，对自我的定位和心态都不太对，就该他亮剑的时候他不亮，该当狗的时候反而又有勇气了，就太拧巴了。本来呢，哥哥和天的回归，队伍只有风月1个新兵嘛，磨合压力倒还好。J.K. Love 在带新人辅助这块本来就有心得，很多辅助选手的职业最高光那都是和哥哥一起打出来的，再加上小奶油状态这么好，所以第2赛段开打前，我对滔博还挺期待的。结果滔博上来就拉稀，虽然说是线上赛含金量没那么高，但确实这样的表现让大伙有点为滔博后续的发展捏一把汗。而后6-9选择休息，新人最安顶上，那这个阶段队伍里就是2个准新人加2个康复阶段的老将，压力一下子就很大了。此时滔博就更需要小奶油站出来了，而坚哥呢，沉淀了这么多年，他是真练出来了呀。其实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已经对 Cream 的整个状态很满意了，他的沟通习惯呢，局内决策什么的都比过去要成熟很多。只是很可惜 S15 上红米没有给他亮剑的机会。当时说打 BDD、Chovy 这些超一线中路，确实 Creamy 还需要积累，但小奶油绝对他有 T1 级别的实力下限，只是说你想稳定在超一线这个水准，还需要一些环境和时间。环境指的是他需要一些战术空间，时间指的是队伍给他一些时间沉淀一些英雄池，那这个就确实得看队伍需求了。所以当常规赛开打被 IG 暴力碾压，预期完全跌落谷底时，就更加需要小奶油能当好大哥稳住军心了。而这一次他真的做到了，在紧接着第2天打 AL 的比赛里，小奶油虽然不是队内表现最突出的选手，但他确实成为了队伍的轴心，顶起了队伍的发挥。第1把的1抢沙皇，1抢代班的限制香克斯，第2把的 call 天去预判香克斯。怎么说打闪也行，你再看吧。来，我出来了，我去 Q 了。能预判一下闪吗？好操作，牛逼领先。
可以说不是最亮眼，但确实是中流砥柱。滔博能够第2赛段起势小奶油成熟，我认为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真的很稳定。就醉安他有抽别人的陀螺，但也有被别人单杀。而下路哥哥和风月虽然状态回暖，但失误一样也有。就滔博的双边虽然有锐度，但没有完全磨合清楚。只有小奶油这条路，该发育时他能发育，该优势时他也能优势，即便劣势也会去 call 天去做一些小配合、小变奏。而他玩工具人时也能有声音，这就很不一样了。过去的小奶油其实有点太耿直，太希望自己出优势。其实卡纳比在的时候，小奶油就已经在沟通上成熟不少了，但战术地位不够啊。卡纳比又很注重自己的节奏，所以小奶油会有点有力使不出。但现在小奶油他主动的去和天做一些协同后，在对线期哭队友帮他以后，自己优势能和天一起滚节奏打辐射，队友劣势或者自己劣势，小奶油也很少出现自己掉点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小奶油的沙皇登场率如此的高，因为他的沙皇在边线和团战都很有画面。目前呢，小奶油打出了登峰组第1的伤害占比，第2的场均输出，而且他是以更低的经济拿到的。可以说是非常优质的团队兜底手了。有了这层基础，天这种节奏打野也能得到很充分的发挥。从数据角度呢，天的发挥无愧于至高天这3个字啊，场均击杀、助攻、死亡都是登峰组第1，也是4次 MVP 领跑打野榜。但我觉得这些数据面反而不那么关键。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版本它很适合天就行了。去年的版本为什么天会有点乏力甚至平庸？因为去年打野是需要队伍去供养，用团队的资源去养一个打野位的大哥，所以像塔尔坦这种很会利用团队优势去养肥自己的打野，发挥就很稳定，也很有效果。虽然不是野核版本，但打法得偏野核。但这恰恰是天的软肋。天虽然善于策划对线上的 gank， 但中后期却很难刷爆对面。可现在不一样啊，有任务系统后，帮线上的性价比太高了。只要资源倾斜够，大哥绝对够肥。大家想想，天近些年发挥最好的外战就是横扫歼几的那个 BO3，而那个版本就是 AD 中路的版本。天只需要帮队伍把空间过渡出来，团战自然大哥会站出来。而这个版本上中下滔博都有人能站出来，这就非常关键了。而且野区压制在这个版本性价比不高，前期野区的攻防也都是围绕线上来做博弈的。所以大伙也能看到天年呢、塔尔坦呢、卡纳比这些通过刷野养肥自己的打野，现在的发挥相对于过去他没有那么 C， 反而是偏节奏打法的打野，在这个版本效果都很不错。隔壁 Kaz、Lucy 的表现也都可以，哪怕是队伍成绩不算突出的俊家威，其实从野区发挥来说都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天的变奏，天对于这个队伍局势的把控，他很容易帮助滔博去过渡对线期，而这又是一个对线期非常重要的版本。这里我说一段经典案例，大伙就能理解了。在打京东的第1把里啊，上路杰斯其实是滔博阵容的关键环节嘛。杰斯打掘墓如果被影响，后面掘墓的单带会很麻烦。而在8分钟这里，此时天在下半区刷野，他发现京东都在往上赶去给杰斯施压。此时天作为打野，他的刷野路线他是往下刷的，理论上应该是吃完蛤蟆再回防。但问题就是已经有优势的杰斯会亏节奏，所以这里他放弃了自己的刷野和回城回合，直接去守了潮虫。这里皇子其实就是借着中路先出来的回合装一下。这里小徐怕打起来就提前靠了，那就给了醉安清完线回城的空间。在醉安独回城的时候，天反而又上去打了一套小徐，这里的目的就是给上路解线嘛。即便京东选择反打，我皇子交一个闪现，反正我不跟你打到底，这波牵扯就给了上路一个先回城的空间。那京东想要压迫上路领先回合的进攻就被化解掉了呀。那接下来自然又是杰斯继续压制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天很适合这个版本，因为具备这样宏观视角的打野本就不多，而立马能做出这样角色的打野就更少了。只是在去年这样亏野区节奏去帮线上性价比它就很低，可如今的版本塔皮加任务系统就让这样的处理就很合适。这时我们再聊聊滔博的双边线，从表现上其实双边并没有那么稳定，但问题就是呢，滔博的双边很敢打呀。前面就说了嘛，杰克拉夫带新人辅助一直很有一手，我反正是不咋担心他带新人辅助的问题。但问题就是哥哥他自己的状态能不能回归呢？其实杰克拉夫打出那个0-22的时候啊，我还在外面旅游嘛，然后打 AL 那场哥哥拿了个首杀，我还很纳闷呢，我说怎么微信不止一个人给我在那里发什么成啦兄弟全球首杀，我说怎么了？问了才知道啊，原来哥哥刚回LPL就给大伙整节目效果呢。我真不是水鬼啊，但大家想想，什么预言家跟哥哥打下路都能虐LPL大部分下路，所以带个风月真的是压力不大的。当然客观来说，风月的进步空间还是有的，你和哥哥搭档，我们的标准也不能说按第1赛段的时候来了呀。风月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团战选位上稍微有点拿捏不住，但对线端确实是有进步的。而且风月我觉得有个很大的优点啊，就是他的声音很浑厚，这种声线在报信息给反馈上是非常有优势的。3个全都没闪，确定。我有大，我会给你个夜波，3个全部没闪，3个全部没闪。
这不是开玩笑啊！有时候你操作起来你会漏声音的。滔博现在并不是缺指挥的队伍，所以风月作为技能信息的提供者，我觉得意外的很合适。而醉安这个上路选手属于想法还蛮多的类型，这点很不错。上路选手沟通频率高的话，和天很容易有化学反应。小伙子也确实敢亮剑，他拿 VN 抽冰纳尔的那一把，BLG应该是算不到的。这种面对顶级选手，勇敢的去选 counter 去扛责任，我觉得对于新人选手来讲是很重要的。很多上路选手一上来就开始玩肉当狗，后面对线嗅觉就很容易退化掉。虽然每个版本需求确实不一样，但新选手反而应该有一些开火权，敢于去承担一些队伍的职责，哪怕结果不一定是对的，但我觉得保持这个气势下去就很好了。一个有沟通意愿的上路选手，哪怕对线强度不是最高的那一档，但越往后打反而越容易能够适应赛场。比如呼吸，他就是比阿乐更适配更多的队伍。所以整个第一轮我看起来，你问我滔博失误有没有？有啊。范冰有没有呢？也有，但确实他有实力，在老人回归加新人磨砺的阶段打出这个成绩，我对滔博是很满意的。滔博的犯病也不是说整体的犯病失误，像一些乌龙啊或者被线杀，我认为都是正常范畴啊。大伙看得出滔博劣势，也是知道要怎么去抓机会去主动进攻的。对线有时候犯点小病出点小差池，滔博也能通过中野的稳定节奏来兜回来，就感觉经典滔博代码呀，看着好像没啥，但效果意外的挺好，而且足够顺畅的沟通也让滔博的团战打的思路很一致。所以我说这个队伍现在拧绳拧得很好，队伍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只可惜 EWC 预选赛的状态来得太慢，但毕竟还有 MSI 的机会，现在可以再沉淀一下英雄池，想想后面 BO5 的阶段该怎么准备。那 BO5 才是他们真正的地道坎。不过我觉得滔博还是有决心的，尤其是看到天的那一哭，压力多大可想而知。但跨过去后，队伍内部的一致也会让大伙越打越好。希望这股劲能够再久一点。可能电子竞技就是这样吧，当你真心支持一个队的时候，那个队就会用很丑陋的方式输掉，但你在虚情假意的时候，他又会拼死咬住。BLG其实状态相较于第一赛段，我认为并没有太多的波动。从战绩角度，第二赛段到目前为止 ，BLG 是被滔博和 NIP 分别扫掉了2分，然后 EWC 预选赛也被京东完成让1追2。你要说BLG变菜了，其实不算，他们第一赛段的常规赛也是神神鬼鬼，当然那个阶段他们是磨合，所以有点纰漏，大伙也看在心里。何况现在刚拿完新风赛冠军，队伍内部的士气是没什么问题的。第二赛段目前的输法怎么讲呢？就老毛病看得多，有点习惯了。当然我不是洗啊，但有个情况确实可以和大伙分享一下，那就是丹尼带的队伍，他在常规赛就是很克勤的。正常来讲，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核心体系，我们可以从对手搬什么、队伍抢什么来侧面看这个队伍的优缺点。比如滔博嘛，沙皇的优先级就是很高，所以打 IG 打 AL 都在首局就选用了沙皇，打 WE NIP 是没拿，是因为被ban了。后面的很多比赛，整个看起来滔博首局拿沙皇的情况是很多的，你能明显感知到滔博在第一局沙皇就是一个他们抢分的点，是重点博弈对象。像京东沙皇也擅长，也是首局争抢的重点，但由于红 Q 的睿智玩的也很不错，所以优先级就不会到滔博那么突出。就每个队伍在优先级这块，我们是能从 BP 或多或少去感知一些的。那 BLG 呢？我们看左手最近10场的英雄选择，居然只有2次是重复的，而且每场 BO3 的首局，左手的英雄选择都不一样。第一把作为英雄全 open 的局，任何队伍他为了赢都肯定选擅长的呀。真要说练英雄，一般也都是第2、第3把，但左手的选择风格就是一个异常值，是 BLG有意为之的。我说一个比较经典的画面吧，在打 AL 的 BO3 里，第一把 BLG 和 AL 关于中路的博弈还挺有趣的。BLG 主动办了瑞兹和发条，给香克斯拿沙皇，而左手的沙皇优先级不算高，那就给你沙皇嘛，我可以用炸弹人或者阿卡丽来解。但 AL 他不接这一茬，那 BLG 在3楼就先给冰拿那儿，再把 VN 办掉，保证了上路的优先级，然后在2轮呢，我再办掉沙皇，两边的中路都留到了最后出。这里香克斯选择兔子这种盲量没什么压力的英雄很正常，关键就是左手这手卡牌，理论上选安妮是最正常最稳妥的 BP。可以看到BLG也亮了，但BLG呢，我就是不要，我就是要让左手去拿卡牌这种非常规。我觉得可以从这里看出丹尼对常规赛的整个架构，那就是不断的去让选手试变量，去走非舒适区，只有这种实战才能更好的去修正选手的习惯，进而得到提升。当然，这种实验不代表不尽全力不想赢，而是说我主动追求变量。你说卡牌这个 pick 对不对呢？它有道理啊。卡牌对杰斯女警推线的限制，中后期对边带端的影响力，包括团战，那右边也很难限制卡牌。只要卡牌你选手有熟练度，那就能发挥出来。
所以 BLG 现在整个队伍目标那就是不断的在改变，他们已经着眼于后续的标舞淘汰赛了。这种方式下一定会有大伙看不懂的表现和低级失误出现，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策略下的 BP 每场都会有选手在非舒适区玩。输滔博的那个 BO3，第一把被维恩亮剑了，那确实滔博打得好。第二把经典的 BLG 优势，然后团前失误被滔博抓到机会，这里是勋不够小心给了机会。但我们发现前2天爆冷输给 NIP 的这把也是类似的路子，只是犯病的人变了。第一把标具优势很大，左手的兔子甚至16分钟就超神了，龙节奏也很对啊。结果后期拿了男爵一波没撤退掉 ，Viper 被侯雅抓到了机会，一波被打炸。电龙魂输游戏的局确实少见，但标具这个输法是很常见的。第二把呢，丹尼又是经典傲慢之最啊 ！NIP 最近能杀到中上游，就是下路阿萨姆状态非常好嘛。阿萨姆过去打法非常激进，但这个有软辅保护的版本，它的激进反而给了 NIP 很多空间。就 NIP 的崛起路径有点像 BFX， 而 NIP 的卢米更是招牌底库了。就前几场比赛，阿萨姆和卓都会在关键分点出卢米。那你说 BLG 知道吗？肯定知道啊，但他们就是要蹦一下。他们不但在输了第一把后自信选 BP 后选，而且在红色方还选择了一选杰斯这样相对冒险的 pick， 就明知山有虎啊，结果也很明显。虽然我们也可以怪啊，勋下路这波给了机会，为了双 buff 让 NIP 被现杀要崩盘的下路缓了口气，包括选杰斯这种，说实话突然遇到啤酒人家梦魇也是很难玩的。但我们回归到BLG的出发点，你确实看到了BLG的问题，输的2个 BO5 都是兵上路被打穿了。就当BLG上路是缺口而不是突破口时，BLG哪怕下半区有节奏有领先，他们的失误率也会激增，都会出纰漏。输的2个 BO3 一模一样的输法，甚至我们追溯到第一赛段，其实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况。可以说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而一定是某些习惯没有修正过来，那属于顽疾。再次强调，我不是说BLG没尽全力，别的队伍赢他不算赢，而是BLG他们属于头铁练法，我硬碰你，我也是尽全力打，但这个全力不是选择求稳吃分的那种全力，心态就是赢了最好，输了他也能暴露问题。这样搞下去，能不能调整过来，会不会看到改变，能不能治标治本，我反正是不知道的。毕竟 BLG 同样的剧本，同样的问题，也确实看了不止1年了，只能回归那句话，相信丹尼。当然，即便有问题，有些局输的确实也丑陋，但成绩这块 BLG 还是稳定的，也还在LPL前列。你只能说不够稳，不够完美，但不能说他们不强。而且因为有先锋赛的成绩，队伍遇到问题的氛围也更偏向于我如何优化，而非去找我们的问题在哪。所以不用担心输了就工业革命之类的。当队伍内部氛围足够稳定时，大伙理性看待失败吧。我自己觉得BLG目前最大的挑战，倒不是后面常规赛怎么保持积分，也不是怎么从 EWC 预选赛的败者组杀上去，而是后续的版本改动。因为设计师已经要改中路任务了，而第一赛段我就和大伙聊过，中路的快速回城其实非常适合左手。后续如果中路任务真改了，会对中路生态有什么影响，那就得看选手自己去调整。但不管版本怎么变，我还是觉得BLG还是得皮实一点。因为作为观众，不管你是什么目的，你老看这样输，真的有点血压太高了。我操！你们都干嘛呢？妈的！哎呀我，哥们儿，你们干嘛呢？干嘛呢？可能最近关注比赛的大伙都知道，过往联赛无敌的奸计已经不再无敌了，和 BFX 一样，先锋赛过后有点低迷。现在领跑 LCK 的是7战全胜的 KT 与仅输给 T1 的 HLE。没错 ，HLE 这次总算有点银河战舰的样子了。其实 HLE 这个配置能打到 LCK 前列，我觉得真不该是一个让人意外的事情。只能说 LCK 杯第10名真有点变态了。可吐槽归吐槽呢 ，HLE 这个阵容的 ID 摆在这儿呢，从选手到教练没一个不是大牌，所以目前成绩是正常的，拉稀才是偶然。相比 KT 未尝一败的杀到头名，并且还接连击败了 T1 奸计。这个成绩我认为还是比较值得说的。KT 比起 LCK 杯时期，他们能够提升如此之快，主要就是把下路辅助给换了。之前 KT 的辅助是鬼皇和前 BRO 的 Pulo 中2选1，2个选手呢都有上场，但具体情况因为我没怎么关注，所以他俩哪个更好我不好讲。但从结果来看，2个是都不太行。而第2赛段开赛 ，KT 引入了曾经在 T1 待过的 Effort 这个辅助对 T1 粉丝来说应该不陌生啊，当年就是因为他直播中的自爆没让臭名昭著的教练 LS 执教 T1， 那这手赌上职业生涯的保飞虽然让他背锅离队，但也确实为 T1 后续的3连冠那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当然我们从职业选手的角度 Effort 是属于那种老黄历选手了，由于25年一整年都没见到他，我都以为他退役了，看到 ID 时我甚至会想是不是同名，结果没想到他在 KT 打得还真挺好，属于是坦坦荡荡见飞哥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 KT 的比赛 ，Effort 和 Aiming 在 KT 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的抗压属性很足，下路组的经验能够保证他们打什么对局都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比如打歼几的决胜局，这里 KT 下路选择前3手出，拿了牛头加云阿娜，那代价就是下路会被歼几去点一个女警加蜘蛛，但 KT 下路就是能够处理成我塔皮虽然亏，但我的线我的刀不会输很多，甚至还找到了机会完成了线杀。要知道这一把8分钟 BDD 都被超比压了快30刀了，但第一条龙却没有过早的被歼几控掉，就是因为 KT 下路的防守处理做得非常到位。这些隐形价值不仅仅是靠操作，而更看思路和经验。当然，仅凭下路这个点位加上 KT 经典的中野，他们会是一个强队，但不可能7战全胜坐稳 LCK 头部交易。KT 在成绩上的突破，得说上路 Perfect 的进化。这个版本上路有多重要，大伙应该清楚。每个队伍都需要上路选手的拉开单打、个人突破，而 Perfect 在前面玩正常的战士坦克的对局下，其实效果也就还好。但第2赛段开赛，他开始频繁的选用长手，把上路往压制的对局里走。他是 LCK 里第一个掏出上单 VN 的选手。虽然 VN 上路其实蛮早就开始流行了 ，King 在先锋赛也用过，但 Perfect 在长手对局里，他的手段和效果都是最好的。他既可以用 VN 完成单点突破，也有纳尔杰斯这种大众选择。而当对手选出维鲁斯时，他也能偷圣枪哥那手奈亚菲利上路去应对。在分军扛伤这个传统上路前排的指标里 ，Perfect 在上路是断档到1，几乎不扛揍。原因就在于他玩了大量的长手对局，他把上路往对抗压制的方向走，而不是选战坦对混。但你要说 Perfect 真的是 KT 最大的输出倚仗，那也不是。看分军输出的话，其实完美还比不上宙斯 C5，包括打前效率这块 ，Perfect 也就是上路前4的这个水准。但 Perfect 精就精在他的场均死亡是遥遥领先的道一，就基本不会死。要知道你玩长手上路是很容易被针对的，而 Perfect 这个数据代表着他能够拿长手抽陀螺使，他不给队伍添麻烦。由于上路能够缓慢的压榨对手，这点就能让 KT 这种有 BDD、Aiming 这样扎实双 C 的队伍，它能有很好的空间。而且 Perfect 的长手打团是真的可以。所以 Cards 称 KT 前期的节奏，上路呢拉开单打，双 C 对线强度够，也能稳定兜底。那 KT 能有现在的成绩，那还真不是捡来的。当然 HLE 其实也开始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简单讲就是跟上卡纳比的节拍。我其实第1赛段时就跟大伙聊过， HLE 的线野联动是很明显有问题，而卡纳比又是一个不太会为队友改变自己风格的选手，所以就会很别扭。而现在的情况就是 HLE 有意识的调整野区的权重，让中路尽量跟着卡纳比的节奏走。在英雄选择上，第1赛段 Delight 的软辅1次都没出过，所以 HLE 面对软辅格局那会天然的受挫。但 G2 打歼几的 BO5 算是给了一个硬打软时该怎么滚节奏的这么一个板子。此时 Delight 也开始掏软辅，也有一个平均的水准。那这样 HLE 的下路可选就变得非常多了。LCK 是一个很偏防守的赛区，选择还是会更趋向于运营而非对抗。而有卡纳比在的队伍，他一定会找机会和你做对抗，所以 HLE 是一定要开发野辅联动体系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激活 HLE 这个配置的上限。那我们也看到了，打 NS 打 T1 HLE 都尝试着用硬辅来破软辅，虽然结果不是说每一次都赢，但总体来说它是有效果的。有一句话叫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嘛。Delight 的软辅能出后，又有够硬的硬辅， HLE 就很容易在下路 BP 博弈上占得先机，对手在出下路组的时候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而这个版本核心还是打双边嘛，这样也同样让宙斯的空间更大，所以 HLE 能迎来爆发是很正常的。打 NS 第1场就是很经典的，打野配合硬辅强抓下，我把你下路打废，然后野辅联动辐射全图。虽然 NS 是瑞兹加潘森这样的超级边线组合，可以无限军训宙斯的杰斯，但下路由于女警卡尔玛被打废掉，中期游戏节奏完全落入了 HLE 的手里。我们可以发现这场就和 G2 赢歼几的板子一模一样。这个版本你怎么用硬辅去滚节奏这个事情，一旦被开源，软辅怕抓难游走的问题就会被反复针对。所以这段时间LCK 也有很多队伍重启了水鬼这类英雄去提节奏，扩大上半区的影响力。目前处在 LCK 头部的 HLE 与 KT 虽然路径不同，但本质都是通过不同的策略板子去发挥上路的影响力。可以说先锋赛失利后，确确实实让 LCK 队伍改变了对双边线的优先级，尤其是对上路的投资明显比第1赛段更大了。而率先投资上半区的 HLE 与 KT 目前也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哪种手段更高明，就得看后面 HLE 与 KT 的 BO3 了。聊完 LCK 头部战队为何脱颖而出，现在看困于中游的 T1 与歼几就有点一目了然。比起相对迷茫的 T1， 歼几的统治力崩塌其实还真有点意料之中。就为什么我前面聊滔博和 BL 巨石会聊到队伍氛围，
因为氛围低迷时，选手发挥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不对劲。而 Ruler 前段时间的偷税漏税事件，就哪怕你再有经验、再老道的选手，状态也不可能没有波动。再加上新风赛的失利，也是下路最开始没打好，菅己本就没有做好当下路出问题时的预案，不然也不会被G2直接3比0横扫啊。所以现在菅己属于很尴尬。你要说打上半局，菅己也不是说没给 King 空间，什么上单维鲁斯、上单三郎、VN 这些也都给国手拿了呀，但 King 的压制力肯定没有纯粹的进攻型上单那么大，所以选这类英雄 King 他很难带队。在过去有 Chalvi 有尺地，菅己本就不需要 King 去带队，但现在的核心困境就是选手的状态太差了，开始轮番出纰漏。过去的菅己你是不会担心他们优势以后终结比赛能力的，但现在打个 DNS 都打得满头大汗了。菅己现在就是从某个选手的状态低迷开始传染，变成了一个轮流低迷，而这个问题菅己自身你很难去调整和感知，因为选手的状态波动是一个很微小的东西。菅己的选手问题不是那种超级大失误，而是很多细碎的配合，你错一点我错一点，演变成了很差的结果，最后看起来就感觉是无人可 C。从数据层面，其实菅己的双 C 并没有明显下滑 ，Chalvi Ruler 在基础数据上也都在前列。可问题就是菅己它是一个立足于团战与节奏的队伍，他们偏好通过对线慢慢的扩大优势，而不是通过击杀去建立优势。所以团战处理失误变得很多时，你会发现菅己的优势并不稳固，这也是他们挣扎的核心问题。我不认为菅己他是处于版本困境，更多的还是选手自身状态的起伏和队内氛围问题，那这个就只能选手自己解决了。不过以我对菅己的印象，这样的低迷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赛训这个东西终究还是动态的。菅己呢接连输给了 DK、HLE， 终结了这些队伍长时间的连败，那心魔的破除对对手自信提升那是很大的。当对手不再畏惧菅己时，那菅己哪怕回归到正常状态，还能像过去那样稳吃吗？那就真不好说了。相比于菅己的状态低迷 ，T1 我认为当下的困境和微博很像，那就是队伍到底要靠什么来赢游戏呢？他们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在 LCK 杯时T1 其实强度完全够，因为当时 T1 的逻辑是上路选战坦发育，中野扶起节奏，最后给佩子的大河兜底嘛。你要真说第一赛段时的 T1 很差，其实真没有，整体成绩是在前列的，只是季后赛突然被状态拉爆的 BFX 咬了一口，然后又被 DK 让2追3，一下子有点懵掉了。但这套板子本身它是有强度的，毕竟这个板子它符合 T1 选手本身的打法习惯。但到了第二赛段，各个赛区都开始加大对上路的投入，你除了下路线权的争夺外，上路的对线也开始在上强度此时 T1 就显得有点尴尬。首先，蓝子并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长手英雄池，本身寄希望于多蓝直接对位打穿就不太现实。其次是下路强线权变成软辅对轰的话，辅助的游走就天然受限，你得迎线再动，而这个对局又很容易受到打野的干扰。而最糟糕的是，中路在这个版本无法一锤定音，它还是有点偏工具。如果中路是大河版本，那左手16分钟就超神的兔子就应该是随便赢游戏的。问题就是中路的优势在这个版本不代表胜势，中路再优也要把优势转化到边线，给上路或者说给下路，尤其是上路，因为上路在这个版本它有优势，代表着等级和装备的双重领先，任务系统给的经验真的太多了。你说 ADC 虽然经济领先也很重要，但 ADC 毕竟脆而且没等级，起码还能处理，而上路肥起来真的就很难处理了。就过去版本上路进场尽可能的打出作用就行，但这个版本上路作为收割位反而才是最容易滚雪球。何况在对线端这个赛季我不止一次看到多兰看队友来帮他，然后他自己太急着上，导致被反杀了。就多兰太不惜命了，你敢信多兰的场均死亡居然高达 3.7 次，是所有 LCK 上单里最多的。在一个不太能死的版本里死的过多，那肯定会影响 T1 在边线的运营节奏。而且多兰的阵亡往往不是那种两边极限操作然后齐杀一招的可惜，而是直接像路边一样被踢死。同时 T1 在边线的运营缺口不止多兰 ，Faker 他也有自己的困境。当单人线挂到边路后 ，Faker 往往会选择推线来争取回合的领先，但 Faker 呢又习惯独自去处理边线的节奏，而不是野辅一起动。往往 T1 他是中野、野辅、中辅这样的两人出击，但实际上很多局面他需要3个人一起动那现在 T1 就有点凑不齐这3个人。就导致一个局面，就是 Owner 的中期会更偏刷偏慢 ，Owner 的场均补刀在 LCK 仅次于卡纳比和 Canyon， 远远高于其他打野，但 Owner 的场均输出却远不如后两者，并且场均经济也更少，因为 Canyon 和卡纳比他会见缝插针的进攻对手野区，而 Owner 就只是发育而已。所以 T1 的边线无论是 Faker 还是多兰都踩得不够死，都会给机会。虽然我们算场均会发现 Faker 的场均死亡其实非常少，因为 T1 边线一旦有优势 ，Faker 的经验可以让他游刃有余，就根本不会死。
但问题就是呢，一旦 Faker 开始死，他就停不下来了，会一直掉点送节奏，所以 T1 在转线期它不稳定，究其本质是对版本的优先级判断存在问题。我们就拿打 DK 那个被让1追2的比赛来说，最后一把 Keria 的水鬼犹爆3路，但看阵容就知道呀 ，T1 这个阵容他就得滚节奏。在 Keria 一波非常秀的升6抓死 VN 后 ，T1 已经有6个人头的领先了 ，C5 的 VN 更是0-4，到这里怎么看 DK 都崩了呀。但我们看后续 T1 的处理，就看得让人很懵懂。多兰已经看到亮 TP 了，但他没有选择走，而是吃塔皮。OK， 可以理解，因为 Faker 选择了 TP 支援，可 Faker 这波他没大招。这里的支援我只能理解为，因为这把纳尔是唯一能终结比赛的，所以 T1 要无限投入资源去养肥纳尔。从结果来看，这波上路对抗打了一个2换1，但整体是不算亏的，因为纳尔还有 TP 嘛。但我们可以注意到 Owner 和佩子在干嘛呢？这里其实是可以空龙，盲僧已经路头上路，佩子也有 TP 去顶线，但 Owner 的最终选择却是月下。说实话，这个选择真的很差，结果也是连闪现都没有打出来。然后本来盲僧已经回头刷自己野区了，可皇子此时路头下路 ，Lucy 的自然会去反清皇子的上野区。这个时候上路蓝子他不想被卡线，选择交 TP， 那结果自然是被盲僧顺势抓死，上路连死2次，优势就已经吐很多了。但接下来 T1 进入转线后才是真正让人费解的。进入转线期 ，Faker 在下路想配合皇子越塔飞机，这个选择反而是对的。虽然结果看着很蠢啊 ，Faker 白给了，但 T1 是不可能算到这里。安妮他不守中路塔，硬帮边路的。而 T1 虽然死了一个人，但中塔直接就拔掉了，破了中塔有中线，后续应该是 T1 无限进攻啊。可问题就是，由于第一趴双方都没控龙，然后第二趴 Owner 他也没拿，所以龙魂累积的就很慢 ，T1 给不到太多龙魂的压力，这意味着双方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围绕着边线做攻防。理论上后面15分钟龙都不会是 DK 必须争夺的，可 T1 后续的整个运营证明了他们为什么他不擅长打边线。15分钟刷新峡谷，这里你会发现 T1 很奇怪啊，他们居然抛开了最应该拉开优势的多兰，去跟 DK 打上半区4v4，这个时间段去和安妮盲僧碰小团，自家还是没 ADC 的那种，这里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大决策。这里绝对是应该放峡谷，然后去弄这个 VN 的，因为此时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时只要击杀1次，等级就会拉开的非常快。而 T1 这个阶段没有继续去滚边线雪球，反而围绕着峡谷去做资源博弈，那窗口期就完全错过了。等峡谷团 T1 和 DK 各种换人头啊，噼里啪啦打完团了 ，VN 已经11级快12级了，第一件钢币也出来了，而皇子10级，派克7级，边塔也破了 ，T1 再也没有机会抓这个 VN 了。而上路你有优势吗？其实没多少。退1万步讲，哪怕 T1 在4v4里他打赢了，可能做大哥的纳尔这个点还是不够肥啊。T1 没龙，后期压力一样很大。所以我认为 T1 当下的困境不是边线能不能拿到优势，而是拿到优势以后如何扩大这个优势。T1 对于资源和边线的决策优先级，它是有点乱的。说白了 ，T1 他太喜欢打4v4加1v1这样的游戏内容了。但实际上这个版本应该是围绕着边线不断的去做小对抗，资源真没发育重要。这把 Showmaker 的安妮25分钟才150刀，但他一样能赢，因为中期他一直围绕着 VN 这条路去做辐射，本来 VN 就好打纳尔嘛，虽然纳尔是3-0开局，但实际上雪球并没有真正的滚起来，所以不解决这个思路问题，其实 T1 后续竞争力是很难提高的。现在他们这种拼资源团处理、拼节奏的打法逻辑，遇到单人线构筑的队伍，那就会打得很吃力。比起这种判断优先级不清晰，我觉得多兰被单杀、佩子的团战选择犹豫啊，这些都不算问题了，因为这种优先级的不清晰会让 Owner和 Faker 这个中野点位发挥不出来。不过对粉丝的好消息就是，去年这个时间点 T1 也是以同样的成绩排在中游，多兰更是贡献了被石头人单杀的名场面。所以真别打我了 Faker， 我今年真的不会再被骗啦。那 LCK 就先聊这么多，最后我们回到 LPL 聊聊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微博和 AL。京东其实也可以一起聊了，但新风赛事他们的问题已经聊过了，所以我们重点聊犯病更严重的微博和 AL。AL 第2赛段引入 Bigway， 但 Bigway 这个教练怎么说呢？客观讲呢，他并没有舆论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只是在提升赛训这块，我认为 Bigway 确实还差点味道。他的优点呢是能够做出适配队伍体系的 BP。去年第3赛段 BLG 能够拿到冠军，包括之前 BLG 的一些成绩，他是有功劳的。但确实在抓版本让选手适配体系上 ，Bigway 有点整不明白。目前来看 ，Bigway 的加入也没有解决 AL 在第1赛段的困境。AL 现在就是双边不够强势的情况下，打野呢又停留在过去偏刷的打法，就导致 AL 啊，他又要2条边线有贡献，但他们又很难给到需要的贡献，就卡住了。AL 和 T1 有点类似，就是优势还好，但劣势就绷不住，感觉就没伤害。本质呢是对资源的判断上做的不好，不是物件团打不好，而是有时候没必要打物件。我还是拿第1场比赛为例，打滔博的第2把，双方双边都在上强度，都属于谁优势谁起脸，中野也都是帮边线扩大优势的。滔博这边狐狸卫就不说了 ，AL 这边呢，瑞兹加波比也是越边线的好手，那滔博是怎么滚爆 AL 的呢？
其实前期魏的闪现预判，包括后面的这波1换1，滔博那都只是小节奏，没有成为真正的大节奏。真正对对局有影响，其实是第一条龙和潮虫的这个阶段。这里 AL 是知道魏不要小龙去上半区了，但天的处理是很变态的，他知道你 AL 再打龙，所以他先直接把圣强哥的侍女给打掉了。然后 AL 呢，他抓了一波下，拿了一个人头。此时滔博就选择反边嘛，你抓下，我抓上，然后终于把圣强哥抓死了。那杰斯肯定优势啊，然后又是两边打野做选择，天硬抓上，然后 AL 硬抓下。那 AL 这里小亏一个人头，但 Hope 2个人头在手。这里的大户可能觉得，那劳赞和天不是互换吗？但实际上他攒的节奏已经乱了，已经被天掌握主动权了。乱的原因不是说这里越塔被换，而是 AL 的阵容他是巴德，你巴德和波比就是应该往上半去打的。但 AL 反而一直在被动的投资下路。为什么 AL 要投资下路？首先下路滔博也在抢线，你要解放巴德肯定得有空间啊。其次滔博先在上半区拿到了结果，那 AL 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包下，你帮又不帮烈嘛。而天其实就是一条龙的契机，他就和小奶油一起靠着连环套餐把上路快速的打废掉了。此时滔博再回来和 AL 打下半区4v4，你会发现 AL 其实围绕着飞机打也没什么真的优势，毕竟飞机要磨切出来才能带队。所以后续滔博反蹲一波下半区成功，那 AL 就直接炸掉了。问题的起点还是在资源和运营交换的判断上，它就是存在问题的。一旦对资源交换的优先级判断不够清晰，双边强度不足，你对线拿不到优势的问题就会放大，进而让选手的下限降低。就拿 Hope 来讲，去年第2、第3赛段他的 KDA 都是 LPL 第一，虽然可能输出效率不算拔尖，但他能尽量不死啊。这种团队打法的选手，就是队伍你给我空间我再输出，没有那我就尽量先不死。哪怕是 S15世界赛啊 ，Hope 的分均输出掉到了垫底，但他的 KDA 也能有个前6。但在现在的第2赛段 ，Hope 不但分均输出掉到了下游，连 KDA 都掉到了第9。你抛去场次较少的涅槃组选手 ，Hope 也只有第5。而 Hope 在第1赛段时，他在登峰组，他的 KDA 还是仅次于 Viper 的存在，数据的明显下滑，那是赛场糟糕表现的折射。而出现问题的根本不止 Hope 一个人。圣强哥在对线期的处理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遇到那种上路独逼愣头青，他也真的没脾气。哪怕是风评一直很好的 Tarzan 和 Kill， 你真要和去年比，也不稳定了很多，对位被打爆的情况也开始出现。Tarzan 他有发育是能 C， 但发育要从哪里来？团战的立足点是什么 ？AL 目前还没有给一个答案。我是觉得 AL 困境虽然和 T1 相同，但擅长的板子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梳理对资源交换的优先级是其一，其二还是得找到英雄。对 Big 伟来讲，你现在想去提升 AL 选手的强度，意义是不大的。你说复盘几把比赛，明天香克斯就砍爆左手，圣强哥就虐爆兵哥，Hope 3分钟就穿线 Viper， 那不可能的呀。选手强度短期就是不可能提升的。但带队找新英雄、新组合，像 HLE 那样，我找一些能够让野辅串起来的队伍的，又能属于自己的那种英雄，那还是有机会的。AL 现在啊，不能是别人玩什么效果好，我也跟着玩什么。AL 这5个人的板子更擅长人无我有的 BP， 而不是人有我优。去年的 AL 它不是没有短板，但他们会思考如何去扬长避短，不管是换线运营还是找各种新英雄，做各种前期战术设计。AL 那是先打的聪明，再打的团队。如果真的是比拼选手的数值，那直接看 BLG 滔博不行吗？ AL 它是有自己特色的，但现在的困境就是当版本不利好自己时，你还是得走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路。相比 AL 微博能打到现在的2-5，我是真有点想不到的。2哈换成行却打出了微博建队史以来最差的赛季开局。但整期看起来，大伙应该明白，微博打成这样绝非偶然。首先，错大哥刀尖舔血的打法，换了偏向于跟队友的辅助行，那就意味着 Elk 能有更大的自由度啊，他能更加激进的去做环战前压。可代价就是更加的不稳定。Elk 的场均阵亡居然有3次，比 Jack Love 的场均死亡还要多一点。虽然拿到了仅次于 Viper 和阿萨姆的分均输出，可别忘了微博还有虎大哥呢。销户场均死亡也高达3.2次，是死的前3多的中单，但死的多不代表贡献也多啊。虎哥很尴尬的点在于他的发育并不好，场均补到分均经济都是垫底，好在分均输出达到了中下游的水准，属于吃的少拉的也少。那小虎的数据和 Showmaker 是很像的，2个人的定位都是尽量让队友舒服。Showmaker 在 LCK 也是分均输出倒数的存在，主打的就是少吃经济硬养队友。但微博有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紫卡呀，他在这个长手怪物的对线版本几乎不玩长手，他在第2赛段玩的最多的上路居然是塞恩，玩了足足5把，而能 C 的杰斯纳尔胜率是0。
这期整个看下来，大伙应该知道这有多逆版本了吧？而杰杰本身也不是 carry 打法，这意味着微博只能把所有中野的资源投入到并不稳定的下路上，所以微博非常容易成也 elk 败也 elk。我认为 elk 现在在微博承担的职责有点过多了。说句变态的，微博其实有点像异化版的 NIP， 就是队伍的板子几乎一样，但因为微博骨子里的运营执念更强，反而表现上还不如 NIP 呢。人家 NIP 就是干，无脑干，而微博是想干又有人不想干，就卡中间了。微博后面要想逆转这个局势，最简单的出路就是让紫卡狂练能赢线能 C 的英雄，而不是继续战士去做一个中庸的团战选手。微博不能因为 elk 能 C 敢打就使劲的只让 elk 挤奶吧。现在只要紫卡能够在上路打出单点突破 ，elk 团战压力小起来，我相信微博的竞争力会好起来的。那本期就先聊这么多了，没办法嘛，这段时间放假加旅游加做充电视频，其实看的比赛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那这段时间我先补一些录像，后面我们再慢慢细聊。现在赛程才刚刚到一半呢，我想精彩和有趣的还在后面。那我是元某人，喜欢看我内容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